Hello， 大家好，我是维权，欢迎回来我的频道。那很快的，我们就迈入到了4月份，也就是庚辰月。那这个月份啊，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一个能量和机会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吧。首先啊，大家可以看到呢，庚辰，庚是属阳的金，那我们的辰啊，里面呢有一个主气是戊土，戊土呢它是属阳的土。所以你会看到啊，我们这个月份的能量呢是土生金的一个状态。那它代表的就是有一些东西之前被隐藏起来的一些资讯、知识，甚至呢，我们可以说好像有价值的东西都会被显现出来。所以这个月份的机会啊，是在于一些贵人呢，一些知识或者一些所谓的宝藏，是等待你去发掘，还有重新发现的。那你可能就会问啊，我们发现的这些东西是拿来干嘛呢？其实啊，就是来提升你自己，来帮助你自己改变你的一些个性，你的一些能力，让你呢可以更好的去应对你在工作或者家庭上所面对的一些问题啦。那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啊，这个月份的这所谓的知识或者这些帮助啊，这些援助呢，都会以一种比较粗糙、比较原始的一个状态呈现在你面前啦。因为呢，我们的庚辰啊，本身呢就是一个非常僵硬、非常粗糙，你可以说啊，它是一个没有这么被打磨过的材料。所以呢，大家这个月份啊，就不要太注重一些细节啊，或者一些比较细腻的地方。那只要呢是对你有帮助的，对你是好的，你就先接受下来吧。那我们了解了这个月份有的一个机会是什么，那我们就要去想，我们在哪里可以得到这个机会呢？我们可以通过什么管道来发现它？那我们就要看这个月份的吉星是有天喜还有天官这2个吉星啦。那天喜呢，代表的是一种人际关系，一种喜庆，一种很开心的社交场合。那所以啊，你可以往更多这些比较活跃、比较开心的一些社交场合，可能是跟你的朋友聚餐啊，一些婚宴啊，或者一些公司的聚餐啊，都可以。那这些呢，都会比较让你容易发现到一些新的资源或者新的援助来帮助你。那另外一个天官呢，代表的是一些地位或者权力比你高的人，他们会比较愿意给予你一些帮助。那你就要去思考，你在工作上或者生活上是有什么需要这些人来给予你帮助的吗？可能你需要他们的一个批准，你需要他们的一个建议，或者呢去参与你的一个计划，你就要去思考这些人通常会出席什么活动啊，或者在哪里呢可以遇到他们。那我们就可以很好的去利用这2个吉星，就是天喜还有天官呢，让我们更加容易得到这个庚辰月的机会。那我们在了解了管道过后，其实第3步呢，我们就要懂我们个人方面有什么策略可以选择。那在策略方面呢，我们就需要用到你个人的日主。那大家呢，如果不知道自己日主是什么的话，我也有拍了一个视频，大家可以通过那个视频来了解。那如果你已经知道自己的日主，我们就事不宜迟。首先第一个甲木。甲木这个月份呢，走的是七煞还有偏财的月份，所以呢，他们要用的一个方式要表现出自己呢非常的愿意冒险，非常的愿意去承担风险。那如果你平时是一个非常安全、非常保守的人的话，那你这个月份呢就可以让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新的尝试。因为这个策略呢，代表的可能你就是通过我刚才提的那个管道或者一些社交场合，你呢要表现出自己愿意做新的尝试，愿意呢去进行一些别人看起来很危险或者比较高风险的一些事情。
那你呢就会在人群里面比较突出。那这个呢是专属于甲木人有的一个方式啦。所以呢，我会认为啊，你们不要白白浪费掉自己这样子的一个优势，只要通过你知道自己要怎样把自己定位在某一个位置，或者呢呈现出某一种的气质，那你跟这个月份的能量。那对于甲木啊，有时候呢，他们个人啊会比较固执一点，他们会比较不会变通，所以呢，这个月份呢也算是蛮好去锻炼自己，变得比较灵活，比较勇于承担责任，勇于承担一些风险的一个月份啦。那只要你愿意这样子做的话，其实对你来说啊，长远对甲木的个人成长是非常的好的啦。好，这是甲木。那第二个呢，我们来到乙木。乙木走的是正官还有正财的月份。那乙木呢，这个月份啊，你们就要表现出更加的官腔，更加的圆滑，更加的懂得怎样利用你们的人际或者人际手段。那相信啊，这个事情呢，对乙木来说啊，已经是不陌生的。他们呢，本身啊，就是自带这种跟人打交道的能力。那如果啊，你是一个非常害羞的乙木，或者非常内向、不善于交际的乙木的话，那这个月份呢，就是一个很好开始去进行这个锻炼的时候啦。那我们通常看到正官跟正财啊结合在一起的话，代表的是这个月份呢，你需要专注很多一些细节，或者呢一些整理、一些架构的问题啦。所以呢，你也可以训练自己、锻炼自己呢，对一些比较细节的东西啊，比较细微，我们简称啊 micro management，OK， 就是微管理。你这个月份呢是唯一一个月份呢，什么东西都属于你的事情，所以呢，你可以比较八卦一点，什么都要管。然后呢，你也要更好的控制你个人的一些资源。资源是什么？例如时间、金钱、人力，这些呢都是你的资源，对吧？那如果你可以很好的控管这些的话，然后在这些场合，在面对这些人，在找到一些新的机会的时候啊，你可以表现出这样子的一个特质的话，那你就很容易得到这个庚辰月的最大的机会了。好，这是乙木。那第三个呢，我们来到丙火。丙火走的是偏财还有食神的月份。那丙火啊，这个月份呢就非常的棒，因为呢它是食神生财的一个月份。那我们通常这样子说啊，你要表现出的一个样貌，或者你要接受、你要锻炼自己的一个特质啊，是什么呢？其实啊，就是一种创业者或者创业家的精神。那你知道，通常创业家给人的一种感觉啊是什么呢？就是非常乐观、积极去解决问题的一种心态。我需要丙火呢，在这个月份啊，去锻炼自己有一种的思维。那这个思维啊，就是所有的问题、所有的事情啊，都是可以被解决的。那它现在呢，还是一个问题，或者还是一个挑战。就是因为你还没有找到解决方案，或者呢，你还没有创造出一个解决方案给你自己。所以呢，我们要丙火啊，要锻炼自己呢，在日常生活里面，在你的工作里面，多让自己有这样子的思维模式。那这个月份的能量啊，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好啊，去做这个事情的。因为食神呢，就是创造。偏财呢，就是钱，就是机会，所以呢，他讲的就是你所创造的东西，就是一个有价值，可以解决你自己的问题啊，或者别人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那这个事情啊，这个能力啊，不是只是用在事业上的，我们用在我们的生活啊，在家庭、感情呢，其实都会对你非常的有帮助。所以呢，我会觉得不要浪费掉这样子的一个月份的机会啦。好，这是丙火。那第四个呢，我们来到丁火。丁火走的是正财还有伤官的月份。
那丁火这个月份呢，就是你们炫耀炫富的一个月份啦。那当然这只是开玩笑，我不是要你们呢真的去炫耀你们所拥有的一些资产，或者呢你有多大的豪宅，或者你的豪车，因为呢这些都是对你没有太大帮助的炫耀。那我们又要炫耀什么东西呢？其实呢是要炫耀你自己可以提供的价值是什么。那如果刚才说丙火是要自己去创造的话，丁火呢是你们要去发掘自己本身已经拥有的东西，可能是你的知识、你的智慧、你的时间的自由、你的家庭，总之呢是属于你的东西。你呢要让别人知道你拥有这个东西，然后呢在让别人知道的这个过程里面给到人家一个启发，或者呢去改变他们的一些想法，他们的一些心态。那这样子的一个用法，这样子的一个炫耀，会比你只是纯粹的炫耀你的豪车豪宅呢，会好上100倍啦。OK， 那这个做法呢，也是比较符合丁火的一种特质。因为丁火呢本身就是要给人家启发，给人家温暖的，对吧？所以呢我会觉得你们从内在自己呢去发掘自己所拥有的一些所谓的资产。我们的正财呢也可以代表你所拥有的一些资产，如何去改变别人，如何给到他们一个启发，给他们一个学习的经验。那这样子的话就会非常的棒啦。好，那第5个呢，我们来到戊土。戊土呢走的是食神还有比肩的月份。那戊土要让别人看到的部分是你们个人的才华，你们个人的一些技能，你们的一个能力。因为呢食神代表的是一种创造，一种动能，一种可以改变或者无中生有，它是一种无中生有的能力。所以呢戊土呢你要去思考自己呢可以创造的那个价值，可以创造的那个才能，那个才华到底是什么呢？那这个月份你就是要对自己的一些能力，自己的一些技能要非常的有自信。因为呢比肩代表的是相信自己，呈现自己，你对自己呢是非常的舒服的，非常的自在的。那如果你是没有这份的自信的话，你也可以用这个比肩的能量当做一种自我发现、自我挖掘的一个过程，让自己可以比较容易看到我在这个社会或者在这个公司、这个团体的一个价值、一个技能、一个才华到底是什么啦。那我可以怎样通过这个能力来帮助别人。那这是戊土在这个月份你们呢也要可以比较舒服的让自己做出一些调整因为呢戊土本身是一个比较不动、不想改变的一个日主，所以呢他们要利用到这个食神的能量的话，他们呢要比较愿意去接受，比较愿意去动起来，创造那个东西出来那这个月份的食神呢才可以被你们利用啦。那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呢你就是完全还是不动如山，这样子待在原本的一个地方，那这个月份的能量呢就白白的被浪费了。好，那第6个呢，我们就来到己土。己土走的是伤官还有劫财的月份。那己土呢这个月份就要做一些跟你们之前完全很不一样的事情。那这个事情这个表现是什么呢？就是要表现出你们那种奋斗、那种竞争的能力。我们英文呢叫 fighting spirit， OK？ 因为有时候己土呢会给人家感觉是非常的柔和、非常的配合、非常的团体精神的一个日主，
但是呢，在这个月份呢，你要暂时把这些全部都忘掉，你要呈现出自己就是来奋斗，就是来跟你拼，来跟你竞争的一个人。因为呢，有时偶尔呢，我们要让自己呈现出另外一个样貌，或者呢锻炼自己有这方面的一些特质。那这个特质呢，不能说是长期己土应该要呈现的一个样子，或者呢他们比较舒服的一个特质。但是呢，我觉得只是一个月份的能量的话，你们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培养自己在这方面的一些特质，这方面的能力。那别人呢就会看起来，哇，原来这个己土也是有这种奋斗的心，或者呢跟人家竞争的这种能力。他呢不是只是配合，或者呢是一个循循善诱、非常温柔的一个存在。因为我们的伤官跟劫财呢这两个能量结合起来呢，都是非常冲、非常激烈、非常刚烈的一种能量。那己土呢，就是可以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去让自己呢不被别人这么容易欺负你，或者呢去彰显你个人的一些价值，你个人的一些原则，让别人呢觉得你这个人呢个性更明显，更加有棱角，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啦。那当你这样子呈现的时候，庚辰月的这个机会，这个月份的能量机会就会比较容易被你抓着啦。好，第7个呢，我们就来到庚金。庚金走的是比肩还有偏印的月份。那大家看到比肩又是回到自己身上的一个月份。那庚金这个月份要做的，其实呢也是去做一些自我探索、自我了解的一些动作，让你自己呢更加了解自己本身的一个样貌，自己的一个性格、一个能力到底是在哪里啦。那如果你之前呢是有很多的一些自信问题、一些自我怀疑的问题的话，那这个月份呢是很好去重新找到自己，去认识自己，建立起你个人那种庚金非常强硬、非常有自信、有行动力的一种庚金。那当你重新建立起自己这样子的一个样貌的时候，那你去到刚才我说的那些场合你要去把这个月份的机会抓在自己的手里的时候，你呢也会比较容易啦。因为呢，如果没有一个健康的自我，没有一个非常有自信的自己的话，其实呢，我们谈的所有的这些机会、这些情况呢，你呢都是很难抓在自己手里的，对吧？所以呢，庚金你们走比肩的月份的话，就可以趁这个时候来重新发现自己。偏印呢，那你们可以用的一些方式是用一种比较直觉型的，或者一种比较感受型的，就不是一种分析型的来了解自己。所谓直觉型就是你可能呢之前都一直有一个想法，或者有一个声音呢告诉你，可能你要去尝试一些东西或者你内心呢是很渴望去做某一个东西，可能去某个餐馆，去某个国家，去见某一个人，去做某件事情，但是呢你都一直不愿意去聆听它。你把你内心的这个声音呢去掩盖它，去忽略它。那这个月份呢，就是重新把这些声音认真的去聆听自己内心的一些声音，然后去针对它采取行动的时候啦。那当你通过这样子的方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自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或者呢对某一些事物是有兴趣的、有能力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好，那第8个呢，我们就来到辛金。辛金走的是劫财还有正印的月份。那辛金呢，这个月份你们要做的也是去发现自己，去找到自己，但是要找的方式呢，是会通过比较分析型的、比较深入的去挖掘的一个方式。通过这样子的分析挖掘提升你自己的一个能力，
需要来改变或者呢改善你自己的一些弱点。劫财啊，代表的是你要有一种竞争力，你要给别人感觉啊，你是可以被信任的，可以被重用的。所以呢，你这个月份呢，你要暗地里你自己背后呢去改变或者去改善你的一些致命的弱点，然后在外面呢，对外呢，你要呈现出一种自信，你要对自己做的东西、自己的能力、对自己的所有都是感觉非常的舒服，非常的自在。别人呢都是相信一个有自信的人的。那他如果看到你呢是一点自信都没有，还唯唯诺诺的话，那别人呢要怎么相信你，或者呢要怎么把他们的一些重要的资源、机会给到你身上呢？那所以啊，心经这个月份要做的就是重新去调整。所以心经啊，你们呢比较忙一点，这个月份你要做内在的工作，还有外在的工作。那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你就可以得到庚辰月最大的一个机会了。好，那第9个呢，我们就来到壬水。壬水走的是偏印还有七煞的月份。那壬水啊，这个月份呢，你就要呈现出自己啊是一个非常有专注力，或者呢对未来方向非常明确的一个人。那如果你之前呢是一个比较散漫，目标呢没有这么明确的壬水的话，那就要趁这个机会去锻炼自己，呈现出比较专注，然后呢对未来啊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然后去往它前进的一种感觉。那壬水到底要怎么做到这件事情呢？其实啊，就是针对你的这个所谓的大方向，然后呢，你要去实际的去做出来。你可能要通过不断的尝试啊，小的尝试、小的开始，去进行一些小的项目。总之呢，就是通过一些动作去探索、去开发这个大的方向可能会有的一些小策略或者一些小方向。那可能讲到比较抽象一点点，其实呢，简单来讲，就好像你可以想象，我们呢要驾车，我们要出门从 A 到 B， 那到 B 的这个终点啊，是我们的大方向，对吧？但是呢，这中间的路途啊，你是可以通过很多不同的方式。可能呢，前100公里你是驾车，那第二个100公里呢，你是搭飞机，那最后的100公里呢，你是自己走路去达到你的终点，也是可以。那所以呢，它就是一个通过不断的以这些小的尝试、小的一些项目、小的一些测试啊，来往你的这个大方向去。所以呢，我可以讲的话，它就是一种不断实验，你要表现出自己有一种愿意尝试，然后去实验的精神啊，那你就比较容易得到这个庚辰月的一个机会了。那最后一个日主呢，我们就来到癸水。癸水走的是正印还有正官的月份。那癸水呢，这个月份啊，做的事情呢就比较简单。你们要的呢，就是呈现出你呢自己啊是非常的有知识、非常的知性的一个人。那我们就要问，我们要怎么成为一个很知性的人呢？其实呢，就是我们要把过去我们所接触到的一些资讯，我们的一些学过的知识，都做一个统筹，做一个结合。我们呢，只有通过去观察、去重新思考我们之前所学过的、我们之前所懂的一些资讯过后，我们得出自己的一个结论。那我们只有这样子做的时候啊，那个东西呢，才算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对吧？那当你啊做的越多，这种所谓的结论或者这种我们英文叫 consolidation 的一个过程的话，你时间久了就会变得比较知性一点。因为呢，在这个社会啊，我们很常呢看到有一些人啊，
他们很喜欢抛书袋，他可能懂某一些事情，但是呢，他做的一些动作啊，只是去转述别人的一些资讯，别人的一些知识，所以呢，他不是出自于他自己的一个想法，或者呢，经过提炼过后的一个产物。那癸水呢，这个月份呢，就是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把你们所懂的所有东西做一个好像精化、简化，然后去提炼出一个全新的东西啊，让自己啊变成一个更有知性、更有系统，说话呢更有条理的一个人，让你呢说话、做事、待人处事啊都比较有条理的一个人。好，那以上呢就是10个日主啊，在这个月份他们可以有的一些策略，来得到庚辰月最大的一个机会。那最后一个部分呢，我就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要如何来好像提升或者 boost， 我们可以如何来强化这个月份有的一个机会。那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风水这个外在的力量来帮助我们呢。那大家可以做的呢，就是按照我现在荧幕上提供的这个时间、这个日期还有时间啊，去进行一个火的引动。那这个所谓的火的引动呢，它就是可以分成2种。那你们按照自己比较方便的那个方式来进行。我们可以用真实的火源的话，你可能就要点蜡烛或者油灯，在那一个位置点4个小时。那如果你不方便的话，你要用灯源，就是用电的、插电的开灯，或者点一个桌灯都可以。那这个呢，你们就要放24个小时在那个位置。那当你们这么做的时候，你们呢就引动了这个月份一个好的能量，来帮助你们得到这个庚辰月最大的机会了。那这样子的引动呢，它的一个效果是提升你们的贵人缘，还有一些别人的帮助，还有你们学习的能力，甚至呢提升自己的智慧。那这些呢，跟我们这个庚辰月的一个能量，大家还记得我开头的时候讲的这个月份的机会是什么吗？对，就是呢，我们有一个能量的状态它代表的是有很多的智慧或者一些资源等待你们去发掘的，去重新发现的。那我们通过这样子风水强化的这个方式来帮助你更容易呢发现这些资源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一系列的步骤让大家呢可以更好的去运用庚辰月这个月份的运势啦。好，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记得点赞、留言，还有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啦。我们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我们下个视频见，拜拜。